今年的消費到底有多難，或者說目前的情況大家都節儉到什麼樣的程度了？如果願意說實話的朋友，可以在評論區聊一聊，反正誰都不認識誰嘛。全網很少有人能夠深度的去拆解這個真相，所有人其實都是在回避粉飾這個太平的年間。今天呢，我就大膽一下哈，我要做全網第一個捅破這個窗戶紙的人。我今天看了我公司的財務報表哈，所以說我非常想講一講這件事兒。我創業到目前為止一共8年的時間，今年就是公司的一些國內的業務到現在為止起碼半年的期間完全是處於這種持平的狀態，一點不盈利，很慶幸沒有虧錢哈，還挺不錯的，我還慶幸的樂了一下哈。別的行業呢我們先不講，我就先講一講我自己這個電商的行業吧哈。你們可以现在去看一個報告哈，就是野村證券的一個最新的重磅的行業的一個報告，這個都是公開的，你們先可以去看一看，堪稱是近1個月最有價值、最有參考的一個電商深度的一個行業的分析。就是不管你現在是做生意的、搞副業的，還是說做投資的也好，或者說打工的、上班的，我請你一定要認真看完這件事兒，很重要。未來你的收入來源、你的流量渠道、你的工作穩定性，全部都取決於各大互聯網平台的走勢。而且這份報告如果你看完了之後，你會發现精準預判了接下來整個商業市場的2大核心的變局對你自己做生意賺錢，不管是上班都非常大的影響。就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現在這個電商的高速增長的一個天花板，這個時代已經徹底來到了，就是這個增長的速度已經徹底來到了。就我們用真實的數據去講話你們可以去翻一翻，去先看一看，我就不在這儿給大家展示了哈。就是你先看抖音，今年618已經過去了，相信所有抖音的商家都知道，今年618整體的 GMV 的增速仅剩 19%， 增速是大幅放緩的。不仅如此就是抖音直接下調了今年就是全年的這個增長的一個預期，從年初既定的 19% 壓縮到現在的 15%， 主動去收縮這個增長的這個目標。那麼你再看這個阿里的處境，它就更嚴峻了哈。今年第2季度核心的廣告收入，也就是說它這個平台最核心的一個現金流的一個業務，對吧？同比例下滑 8%。所以說你要知道一件事哈，之前阿里在阿里的这个内部的預判，就是這個板塊它能夠保持 3% 到 5% 的正向增長，但是現在的預期徹底就是反轉，增速大幅直接跳水，比如說增長的都是負增長，對吧？你再看這個京東的現狀哈，它就更不容樂觀了哈。其實官方給出的這個第2季度的這個零售業務的營收指引，同比直接下降了 7% 到 8%， 更慘，對吧？比那兩個還慘，這些數據都是公開可查的，你們可以去看一看對吧？抖音、阿里、京東3大頭部電商這個平台，就是它集體增速不斷的下滑，預期不斷的下調，營收不斷的一直往弱化去走，就所有的信息都在指定了一個定下的一個結果，就是電商野蠻生長、閉眼能夠賺錢的時代徹底結束了，各位。相對於你看我們之前19年幹的時候完全不一樣，徹底結束了。那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為什麼讓整個這個消費行業的市場突然降低到冰點呢？所有在做電商的朋友，以及所有想做電商的朋友你們一定要聽一聽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其實這不是一個短期的波動，而是2股核心力量就徹底改寫了這個電商的這個層級的格局。我認為是這樣的哈。第一股力量是什麼？就是全民消費的結構性疲勞，就是線上和線下它的消費是整體低迷的，大家不想消費。你們可以去查一查哈這個數據都是可查的我都是查完的，看就是國內消費的動能從今年3月份的下旬持續是往下走的，就大家越來越不消費了就並非是你看6月份就突發的下滑，618的業績大家不行，对吧？是長期積累的一個疲勞的一個態勢，取決於了大家不想去消費之所以今年就是今年你會感覺到非常的明顯，核心就在於你看去年大規模的以舊換新的補貼，今年全面的去往下走往年靠着政策的補貼去支撐起來的這種的虛假消費的熱度也都徹底已經拜拜這句話能講嗎？大眾最真實最克制的消費需求已經完全被暴露出來，
市场的行情真的是肉眼能够可见的冷淡。包括苹果官方近期就是这个宣布这个产品涨价20%，那业内的就是预判哈，就是业内的预判，国产的这种电子产品也会同步跟着去上涨。如果后续没有新一轮的这个補貼的消費去拖這個底，那麼這個消費電子賽道也會持續的不斷的增壓。那麼最直觀的問題就是，你看今年高考剛結束，大家都在報考，對吧？報考完了，現在的大學生以前的開學季，像我們之前呢，人人都是換新手機對吧？新電腦遙遙領先。那現在的年輕人呢，直接二手市場，省時省力，能省則省，能不換就不買。剛需的消費大幅度的降級，大家都不追求這個事情，對吧？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人忽略的致命的問題就是做過電商的朋友應該都深受其害就是電商的退貨率超高幾乎這個退貨率超高已經透支了整個行業所有的利潤空間。說一個比較顛覆認知的數據這個是公開可查的不是我亂講的抖音平台退貨率高達 49%， 你們去查一查也就是說一個商家賣了100塊，幾乎一半的營收全都是原路返回，沒有任何營收。其實問題也很簡單，就抖音電商支撐 GMV 這個核心的 GMV 的支撐來自於什麼？鞋、包箱包、服飾、服裝這種非標類的這種產品。那這類的產品呢，它的退貨率高達佔比 38%， 再加上以前你看直播間這種的過度的營銷套路的誘導，對吧？幹過直播帶貨的人都知道套路誘導下單這就證明了這個超高的退貨率的常態。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頭部的大主播紛紛就是能少播則少播，能少帶則少帶，能不播就不播，精簡這個選品，對吧？摒棄掉這個原有的套路的營銷，回歸到真實的直播帶貨。因為消費者他徹底變聰明了，傻子不夠用了，對吧？需要就買，我不需要我連看都不帶看。你套路再花里胡哨，你也帶不動你的成交，沒有任何意義，反而帶來的都是負能量，對吧？這是第一點。那麼第二股力量就是反常識的核心在變。什麼意思？就是各大平台主動放棄了規模的擴張，全面轉向了這個我要錢，我要利潤。就很多人不理解你看為什麼之前平台它是大規模的在搶佔市場，搶佔份額，不斷的去用錢去瘋狂的衝數據去擴張，吸引大家去進入，對吧？因為電商現在已經非常成熟了，業務成熟的已經不需要再去野蠻的擴張對吧？穩定的盈利，降本增效才是他現在主要的目標。他想做的事情是這個。你看今年618就是最好的一個證明，都不需要講別的，全網促銷的規則大幅度的簡化，沒有那麼多花里胡哨的東西，所有的複雜套路全部被移除。今年抖音補了多少？總額是35個億，你看似是高於去年，對不對？但是整體折扣率從 17% 壓到了 15%。數據可查各位你自己去查一查。所以說補貼金額在漲，優惠力度在降，平台去精準的控制這個費用收縮自己的成本，其實它的意圖是很明顯的了，對吧？曾經火爆的，對吧？你像即時零售大戰、外賣補貼大戰，今年呢你看一看全面熄火，絲毫不提，對吧？你去年你像阿里、抖音，它瘋狂入局這個補貼，1塊錢喝奶茶，大家都應該清楚的記得低價就是低價點的外賣，這個紅利已經徹底的消失了。一方面可能是監管這個越來越規範了，對吧？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平台及時止損，發現沒有用，對吧？瘋狂燒錢搶這個市場的時代徹底結束了所以說所有的平台開始進入這個投入產出比不再去做這個無效的內卷而且這一波的收縮也間接性了就是穩住了這個美團的基本盤呢，真的是即時零售你看惡性競爭到現在已經徹底結束掉了，對吧？總結下來就是一個死循環嘛，就是消費端持續的疲勞，消費端持續的疲軟，撐不起高速的增長，平台端主動的去收縮這個規模，放棄內卷，對吧？死守自己的利潤這就意味着人人淘金，大浪淘底，小白能夠賺錢的電商時代的紅利已經徹底落幕了，沒有任何的機會。如果你想靠電商能夠互聯網能夠翻身，那麼這只是一場夢了，不會實現了可能實現的那一批人都跟我一樣在好幾年之前。所以說傳統電商現在的平台是一個增量引擎，反而變成了一個穩定的 AI 的提款機。
所有的平台，所有的商戶能够把電商當中賺取來的利潤現在全部砸向了這個 AI 的賽道，像是壓住未來一樣啊！哪怕目前你看 AI 這個商業化它是非常薄弱的，對吧？幾乎 GMV 沒有任何的它的貢獻的話3%都不足，好像是2%，也就是說你投入 AI 你幾乎看不到任何的盈利回報。所有一線的運營、高水準的運營、平台的高层，它的都非常明確 ，AI 就是未来的一场核心的戰略啊！他们不計這個短期的得失，對吧？你像阿里，你像抖音，它都是大規模重倉型的去做這件事，哪怕現階段它無法去盈利，無法去實現收入，也要持續的去投入，提前搶佔這個位置。也就是說，電商賺的每一分的利潤都在持續的反哺這個 AI 的布局。如果說你能聽懂我在講什麼呢，各位哈，那麼證明你就看懂了這個行業的大勢。我在給所有做生意、做電商、搞投資的朋友哈，就是講一個非常可落地實操的一個個人的一個小建議哈，好吧，就是我個人在做的。首先，所有的商家必須今年要徹底的放棄套路思維，產品力將成為第一的成交核心。超高的退貨率，它已經明確的告訴你了，你的營銷話術，靠你的直播套路，對吧？或者說靠你自己的氛圍的這種的等等這種的，反正這種成交的模式吧，徹底失效，沒有任何意義。你參考日本失去的這個30年這個核心的消費觀，你總結一下，就是經濟下行，對吧？消費理性的時代，沒有套路，沒有溢價，用戶就是他手裡的每一分錢，他都會精打細算。你產品不行，你價值不夠，哪怕你直播間再熱鬧，對吧？話術再完美，就是把所有的強度拉到最滿，最終也都是以退貨寥寥收场。那麼如果說你的產品力夠硬，解決了真實的需求，你不需要刻意的去營銷，那麼自然也能夠有一個穩定的出單。我有這麼一種預感哈，各位就是做互聯網做電商的朋友，我有一種預感，就是未來的消費市場只會呈現出2個極致的2極分化。這是我的預感啊，就是高端體驗式的消費繼續在堅持，極致性的性價比的剛需持續會爆發，2個極端，而且是去中間的同質化就是無任何的這種的核心的價值，或者說花裡胡哨的這種溢價的產品，這種東西會被這個市場徹底會被淘汰掉，被消費者所淘汰掉。這個環節是最壞的一個時代。為什麼？會加劇內卷，對吧？然後紅利可能會徹底的消失，去套路拼實力當然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對吧？就是就是去掉這個套路拼掉你的實力，踏踏實實做人。這種朋友，那麼終於有了翻身的機會，對吧？所以說，就目前而言，再加上我現在公司這個半年給我反馈回來的數據如果說我跟大家講實話，如果說我沒有做出海的業務，可能現在就倒閉了，都不知道幹什麼了。所以說大勢已變，電商粗放紅利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未來所有的商業化競爭拼的絕對不是流量和套路，一定不是這個，而是什麼？產品、價值、認知、長期主義。所以說，不管你是賣產品還是賣服務還是做營銷，記住我說的話，以人為中心，以產品為中心，這才是重點。所以說，如果說你能夠看懂這個趨勢，你能夠看懂了，並且能夠順勢而為，才能夠在這個存量的時代站穩自己的腳跟，持續讓自己有賺錢的能力，一定是這樣的所有做電商或者自媒體的朋友，聽完了之後，你們可以講講你們自己的感受。